在美国洛杉矶有这样一个神秘人，他下手干净利落，从来不给坏人留活口，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，人们叫他死神。但这样一个牛哄哄的狠人，他却是个温文儒雅的医生，虎胆追凶。医生的扮演者是银幕硬汉布鲁斯。原本医生家庭幸福，妻子和他如胶似漆，女儿更是甜美可人。直到这天，有个贼眉鼠眼的泊车员看医生开豪车，偷偷拍下医生的豪宅地址。晚上，妻子送医生一块表，原来今天是医生生日，医生很开心，但医院却打来电话说有急事，母女俩有些失望，医生不得不回到医院。在家的妻子发现地上有脚印，她意识到危险，叫女儿赶紧下楼。女儿坚持要找充电器，而旁边就是女儿被挟持，妻子赶忙找手机想报警，对方叫她放下手机，并让她去拿保险箱里的东西，妻子只能照做。可偏偏有个歹徒见色起意，想要对女儿行不可描述之事，女儿被逼急，瞅准机会拿起刀就刺，刺伤一个歹徒的脸，那人又疼又怒，扒下面罩，这下好，只能灭口了。妻子见状，拿起开水就泼，那人疼得大叫，歹徒们彻底火了。等到医生赶来，妻子已被盖上白布，医生强忍泪水送别妻子后，眼泪直滚，而女儿也面色铁青，奄奄一息。医生在女儿旁边坐了一夜，对于每个父亲来说，肯定想知道凶手是谁。随着警方告诉他，光起证就要1周，医生无奈只能等。女儿也没醒来，一等就是很久，闭上眼就是妻女，他等不了了，要亲自去紧急问。一进警局就看到一大堆蓝色条子，他以为是已经结案的案子，警探尴尬，旁边黄色的才是，蓝色的都没结案。洛杉矶真的是枪击案频发，警方人力有限。医生说花钱悬赏呢，警探摆摆手，那只会招来一堆假线索。这晚医生在街头突然停下，原来有2个歹徒见色起意，医生喊道一声嘿，2人怒了，抓住医生就是一顿暴揍。事后从不在家放枪的医生终于想到了枪，他走进枪械店，果然狠人都是被逼出来的。对方满脸堆笑介绍，这里应有尽有，但有一点不好，那就是要实名，这似乎会影响到他想做的事，他暂时放弃。但好巧不巧，偏偏这天有个伤者，他的枪掉到地上，医生偷偷留下他的枪，从此医生一边行医一边练枪，直到正中目标。可以了，女儿的手被锁上，快死了，凶手竟还逍遥法外。医生怒了，他的怒火将要烧尽罪恶。他穿着连帽衣，带上枪，走在枪击案频发的洛杉矶街头，记下他此刻的样子。这个男人将要成为洛杉矶的传奇。医生正好遇上一伙人抢劫豪车，大叫一声，随之劫匪直接开枪，医生扑倒，劫匪开车撞过来。车撞到路灯，医生站起，背影被路人女孩录了下来。医生捡起枪，而车上还活着一个绑匪。医生躲进车旁，那人一顿猛射，还好一只眼瞎了。医生从后偷袭一枪，那人还有点气，医生竟又补一枪，完事离开现场。等到警方到来，惊魂未定的车主并未看到戴帽男的样子，而路人女孩录到的都是背影。警探只发现他是个左撇子，让路人女孩别把视频发网上。女孩笑笑，我早发了，还爆了帖，好吧。而医生在家看自己的视频，还暗暗觉得有点酷，似乎他上瘾了。这时他成了整个洛杉矶的焦点，人们叫他死神。支持的人说他做得对，反对的人也说不出这种无视法律是对是错。把问题甩给各位听众，你们认为呢？这天医院来了个被枪击的小孩，正好被打中腿。医生从小孩口中得知是个地头蛇干的，那人还威胁小孩说不帮他做事，下次就不只是腿了。医生戴上黑帽，走向地头蛇，走到弹前停下，拔出枪。等到警方到来，所有目击者都说没看清那人长相，只知道像死神，而死者实际是毒贩。电视节目里的争论也愈演愈烈，的确所有人都这样，这个世界就大乱了。但有时候这样的事也给警方敲响警钟。这天又来了个伤者，好巧不巧，这人就是那个泊车员。而医生看到一块表，是杀他妻子那伙劫匪抢走的。很快泊车员死了，医生久久不能平静，他预感到遗物里会有线索。果然他在泊车员的遗物里发现了手机。医生看着手机，妻儿的笑脸浮现眼前，他知道他要做点什么了。他打电话报警，陷入阵盲。他又查看照片，一家小酒吧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医生穿上连帽衣走进酒吧，他佯装泊车员介绍他来买赃物。那人也很谨慎，尤其是看到医生衣服上的医院牌子，那人懂了，赶紧短信联系另一个歹徒，又找机会拿枪。医生果断出手，在医生的挟持下，那人打开了保险柜。果然，医生看到了妻子的手镯和大量赃物。医生本想是否留他一命，结果那人被同伙误杀。一番枪战，医生打中来人的腿，他逼问当时是谁开的枪，来人痛苦不堪，交代了开枪的凶手。但就在这时，你绝对猜不到这个坏人会怎么死。
但医生的戒指掉落现场，他会暴露吗？第二天，警探就带着戒指找上医生，医生的表情简直人畜无害。由于那伙人曾经抢劫过医生家，所以警方以为这是赃物之一。警探一离开，医生就化身死神去找开枪残害妻女的凶手。那人是个修车工，正在修车。医生问到修车工的名字，确认身份后，抡起扳手将其敲晕，然后捆住修车工，利用医生的知识让其体验极致痛苦，但这种痛苦又刚好不会让人晕过去。医生要逼问抢劫案幕后黑手，修车工扛了一会儿，终于崩溃，但他只知道那人名字。医生问去哪找他，修车工回答不了，因为从来都是那人主动找他们。医生得到部分答案，他拉动铁链，修车工被车压死。警方也找上医生的弟弟，留给医生的时间不多了。而模仿医生行为的人越来越多，但并不是死的都是歹徒，现实总是很残酷。很快，医生接到个神秘电话，是幕后黑手打来的，对方打算来个引军入瓮。医生决定赴约，他来到约定地点，这里是公共场所，对方又叫他去厕所。医生也不傻，打电话给那人，铃声在一个坑位响起，医生拔枪就射，一脚击开门，但只是手击。他赶忙回头，对方就在后面，医生躲进坑位，对方一路猛射，医生还击，打中对方一枪，随之对方拉起人盾，越来越近，危急之中，医生趁乱逃雷，但他也受了伤。医生咬着牙，忍着痛，给自己缝伤口。缝完已是满头大汗。还好令他欣慰的是，女儿醒了。但就在出院那天，在电梯碰上那个幕后黑手。原来那人受伤后也在这家医院治疗。对方和女儿闲聊，但表情里暗藏杀机，还奸笑说回头见医生。一回到家，医生赶忙让女儿躲进阁楼，并叫女儿报警。果然歹徒真的来了，但他们不知道医生早有准备，还藏了很多枪。第一个被医生偷袭，又进来一个，突然。原来医生藏在床下，那人被打成麻花。医生继续排查，却被偷袭。可偏偏反派总喜话多，原来叫声分散了对方注意力。一切结束。面对警探的询问，很多证据表明医生就是死神，而警探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只是笑笑，意味深长地说。医生放下了枪，女儿也回到学校。但如果有人想犯罪，小心他，砰！